不知你想过没有，郭子健为什么偏偏被安排到我们396旅红一营当这个营长？不用考虑，我也知道。知道什么？犯了错误来受罚的。这说的就是气话。我们红一营可是集团军的旗帜，有到荣誉营来受罚了吗？那你说为什么？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梁副军长的意思。梁副军长。郭子健虽然行事有点出格，但是他对部队的改革的一些想法，甚至包括出发点，都特别符合梁副军长的胃口。我看许灵军对他也很关注，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调到集团军作训处去了。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来镀金的呀。镀金？哎，就他在一营这3个月的这个表现，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你觉着像是镀金吗？更何况，一营在他来了之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什么事？梁副军长。梁副军长专门交代过，不用特殊的照顾，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之所以现在告诉你啊，就是希望你能够从大局出发，能够更客观的看待郭子健这个人。是客观，还是客气？当然是客观了。关键是，他合首长的胃口，他不合我的胃口啊！老左，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把你这暴脾气啊给我搂住了。我跟你说，我一想起来我就肝颤，我时时刻刻怕出事儿。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怎么觉着，这不像是首长想考验他呀，这是在考验我呀。哎呀，哎，我发现咱们康大政委这思想工作做得也升级了。我这不是困惑吗？郭子健，梁参谋，郭营长，怎么？又有什么事情吗？就是想谢谢你，谢我什么？谢你对一营的支持。我不是支持一营，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好，那就谢你的公平公正。不客气，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多交流。再会。什么情况？什么情况？那个梁参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多交流。说。你这么严肃干嘛？我是你妹，又不是你带的兵。你要没什么事，我挂了啊。哎，有事儿有事儿，哥，我记得你年假是不是还没休呢？再有半个月就是我的毕业典礼了，你能回来参加不？你爸妈都在，我有去的必要吗？他们能和你一样吗？谁都不能代替我哥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哇，这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了。你要是不来的话，我会伤心的。要不然这样，我让陈汉霄不参加了，让他给你腾地儿。行了，少给我来这套。那你来不来嘛？我最近要出差，到时候再说吧。啊，挂了。干嘛呀？女朋友？什么女朋友？
我那么快？都有女朋友了，那跟其他女同志来往，就一定要保持距离。我们是纪律部队，在感情上一定要专一。想那么多呢？我这打个电话，你是把我孩子在哪上幼儿园都想好了？那当然了，咱们军的幼儿园真的挺好的。你嫂子跟行了行了。你听说了吗？咱们营长要调走了。啥？别瞎整！不可能的事儿！怎么不可能？咱们营长来的时候就是代营长，你知道什么叫代营长吗？就是暂时的。不是你从哪儿听的瞎话？你别管我从哪儿听说的，反正大家都说他是被集团局作训处看中的人，他来咱们这儿就是过渡一下的。不可能！这集团军战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刚帮咱们争取一个主攻营的位置，不会这个时候丢下咱们的。以后这种瞎话少传。你跟我急什么呀？我心里还难受着呢。反正俺不信，咱营长肯定不会那么干。是啊，班长，我也不信咱营长会那么办。但是他怎么想是一回事儿，要是集团军铁了心调他走，他能有辙啊？你不说话，没有人当你是哑巴。你说不行，我现在就去找老孙和老高他们，一起向上级请命，必须把咱们营长留下。连长，你们几个不去主动训练，干嘛去？营长，你不能走。对，不能走。谁说我要走了？我就说这是谣传吗？都怪你小子满嘴跑火车。集团军呢，对我们的营长确实要有新的任命，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任命呢，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在此之前，你们就不要胡猜乱猜了，尤其是不要搞请命这样的事情，听到没有？不是，那我们也得表达我们的意见呀。这万一调令要是下来了，不啥都晚了。李松伟，以前最巴不得我走的人是你，怎么现在舍不得我了？就舍不得？怎么了？这不光我舍不得，大伙都舍不得了，对不对？对，这样，营长走，我们舍不得你走。上级领导在安排我工作之前，肯定会征求我的意见。既然大家都舍不得我，那我就算在领导面前撒泼打滚，也肯定赖着不走。这可是你说的啊，可不能忽悠人。行了，少腻腻歪歪的。集团军的实战演习马上要开始了，这一次我们一营是主攻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训练上，要在这次演习中向大家证明我们一营还是原来的红军营。是，都回去吧，好好准备训练。杨副军长到底跟你是怎么说的？一句话，等通知。秀怎么样了？好了，好，回去休息吧。是营长。营长，什么事儿？俺李松伟没把话带到吗？你也是来劝我的？不是的，营长。俺想说，李连长他们的话您别放在心上。如果你要真想去作训处的话，
就去吧。站了。哎，走。营长，其实作训处呢，确实是个好地方。毕竟机关单位呢，不像咱们基层部队这么辛苦，而且呢，也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您个人来说，确实是个更好的选择。营长，你为俺们一营做的够多的了，真的，也让一营改变了很多。但是俺们不能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什么事都得依赖着您，那更不能拖了您的后腿。有你这句话，我郭子健没白来一营当这个营长。哎，对了，营长，俺把这个送给你。嚯，99A，也没少花功夫吧？就这么给我，舍得？舍得啊！营长，上回你给俺的那本关于外骨骼的书俺也看了，有机会啊，俺也想试试。先从模型开始，等把所有的知识呢都学会了，俺就给你做到真的。哦，好家伙，做那个东西可不简单啊！除了得有知识，还得有资金。营长，你知道俺从你身上学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吗？不会是狂妄自大吧？哪儿能啊，营长！真的，俺从你身上学到的就是，只要敢想敢做，目标就有可能实现。瞻前顾后，那就只能原地踏步。好样的，吴东升，能文能武，不愧是我们一营的兵王。谢谢你的礼物，我会好好保留。郭子健，什么？是来拜师学艺，还是履行赌约来了？我对你那套歪门邪道不感兴趣，我有话要跟你说。听说你要去集团军作训处当参谋了。既然如此，干嘛非要跟我较劲？就算你一营拿到主攻营的位置，临阵换将，你不觉得会影响到军演吗？杨强，先不说组织上要怎么安排我，只要我一天还在一营，就一定会把一营带好。还有，一营能有今天的成绩，不是我郭子健一人的功劳。就算我现在立马走人，我相信一营照样能够在演习中取得好成绩。再纠正你一句，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较劲。你没拿到主攻营，是因为你实力不够。郭子健，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作战指令，部队马上就要出发。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红一营虽然是荣誉营、传统红军营，但是也好多年没有当过硬邦邦的军事标杆营了。但这一次，我们不一样了，我们要带着这种光荣、这种荣誉、这种打仗的状态，奔赴演习一线。在出发前，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紧急通知：经上级首长再三研究决定，从今天起，郭子健同志的任命已到。郭子健同志正式成为我们一营的郭营长。下面就有请
演习场，目标打赢，全营都有，战刺刀，出发！目前，蓝军的一部分兵力正在向玉皇顶前进。玉皇顶是往年每次演习中双方必争的高地，谁拿下玉皇顶，就意味着在这次战斗中占据了最有利的进攻地势。蓝军这是想要先下手为强，可这种打法似乎又缺少了点新意。没错，经过侦查，蓝军派往玉皇顶的并不是他们主力部队。蓝军的指挥所及其主力部队应该在西风谷，所以这是他们的诱敌之策。他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的部队吸引到玉皇顶，然后从西风谷对我们的指挥所进行直接打击。我宣布一下作战计划：明天早上7点，第一炮由一营发起。郭子健，到。你的任务非常明确。给我瞄准蓝军指挥所，狠狠地打！是。2营到，你们负责助攻1营。是。3营到，对火力打击之后的蓝军实施包围，尽可能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是。4营到，密切关注蓝军玉皇顶的驻军，防止他们和西风谷形成策应，回援西风谷。是。各位，这是咱们战前最后一次集合，我希望在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一旦下达作战命令，希望大家务必坚决执行。同志们，404旅虽然难打，但我相信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396旅众志成城，勇敢作战，一定会创造奇迹。保证完成任务，抓紧时间准备。郭营长，这个是集团军侦察营同志提供的主攻营打击目标。谢谢参谋长。营长，从此对的部署来看，集团军配属给我们侦察营的侦察结果是没问题的，这里就是他们的指挥所。别着急，再看看。营长，蓝军的巡逻分队过来了。撤。走，去前面看看。跟上。我还以为要被发现了呢，幸好来的只是个侦察班长，他可不是普通的班长。认识，大山带过的兵，一当新兵班长那茬子兵。李连长，你别隔着门缝看人，他可是全军的比武冠军，那可不是个新手，那也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闭嘴，接着说。那个人叫杨茂林，就是刚才的那个侦察班长。俺带过，俺了解，像他这样优秀的侦察兵，是不会放过一点蛛丝马迹的。他明明看见了，却选择了忽略，太可疑了。没错，这个指挥所极有可能是假的。
您好好休息休息再过来，养足精神才好，观敌聊阵，指点战局嘛。我精神头足着呢。哎，这个龙远山啊，真不愧是蓝军的专家。从演习前的部署来看，局中有局，套中有套，真不错。这话您不早就说过吗？古今中外，打仗最高明的招数，也是最普及的招数，那就是你来我往中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这仗这么打才有意思嘛。对啊，仗打得不激烈，兵就练不扎实，官儿也逼不出能耐来。首长说的是。你给我预测一下，你觉得这次演习，红方的胜算有多大？我说啊，那我可实话实说了。你还给我来虚的？当然实话实说了。我是觉得呀，这次上级领导安排索建安同志以副代镇新市指挥权，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但是我觉得，索建安同志就魄力而言，有点沉稳有余，闯劲不足。再加上他的参谋长刚刚上任，在军事指挥上肯定会有短板，所以我判断红军危险。郭子健不是你的爱将吗？还提他，首长，我这可是白白丢了一个作训参谋啊！瞧，你还激动起来了啊？有什么激动的？你不觉得郭子健更适合做一个基层的指挥员吗？虽然没安排他去你们作训处，但是你能发现他的潜质，也是功不可没。我可不敢谈这个功，首长要没有您点头，以郭子健这狗脾气，无论如何走不进咱们第8集团军队列中来。这荣誉感还挺强呢。林军啊，这次演习，我预判有点看头。班长，刚才你可是亲眼目送红方侦察小组离开的。那是当然了，红队的带队的是一个侦察兵老手，而且专门留了一手。他们的小队队员离开好一会儿之后，最后的警戒队员才撤退的。还好我偷了个懒儿，没站起来，差点就成他们的舌头了。是内行。参谋长，你看咱们这个部署还有什么漏洞吗？左副旅长，我这演习前才就任，还是全听您的。你不用谦虚，其实我知道，你进入的非常快。我就补了点功课，还差得远呢。从兵力与火力的部署来看，我没有发现任何漏洞。但是一线的情况，我还想去现地看一看。好，快去快回。是。旅长，瞎叫什么？可是您现在就是红方指挥员啊。再说杨旅长现在一心就扑在这个新课题研究上，看这架势，应该是很快就要调走了。而且，这次他进课题组之前，可是他亲自推荐的您来做这个代理旅长，这说明他对您还是很认可的呀。再说了，集团军这一回安排您来做这次演习的红方指挥员，这又说明什么？说明杨旅长走之后，您做这个旅长，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嘛。什么叫板上钉钉？只要我还是1天的副旅长，就不能坏了这个规矩。我记住了。行，都听您的，反正也差不了2天。各营部署的怎么样了？对了，我来就是跟您汇报这个事儿的。刚才我跟政委，到各营检查部队部署的时候，发现郭子健不在啊。郭子健不在，这马上就要开战了，
他一个营长，擅离职守，上哪儿了？不清楚，但是哨兵说他带着一连长李松伟去检查部队去了，但是具体去哪儿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听就是在糊弄。郭子健呐，你一提他的名字，我这眼皮就跳得没完呐。本来以为演习之前就把这大佛给送走，可是没想到梁副军长又改变主意了。不管怎么样，演习结束之后，我觉着咱得好好盘盘他，太不像话了。政委呢？政委让我先回来，再跟您研究研究作战部署。他还在一营呢。桑海田，跟我说句实话，这郭子健到底干什么去了？你是教导员，他是营长，没什么可遮掩的呀。啊，政委，你这有点笑里藏刀啊！你先消消气行啊。您是旅党委书记，我是营党委书记，在您面前，我肯定不敢不说实话，对吧？那为什么刚才这你找不到他？啊？说。政委，我觉得您也应该挺了解郭子健同志的。其实他这人挺简单，就是有点偏执，满脑子想的就是打仗，怎么能打赢这个仗。其实我们祖国和人民需要这样的军人，我们的部队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军官。我觉得他挺好的。桑海田，换点新词儿行不行？我换了，我跟他说了，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体力啊。可他这又不听，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我估计这会儿又去检查路况呢，路况那是一朝一夕能检查完的吗？桑海田，演技大涨啊！在您面前我哪敢啊？说来说继续。我向你保证，他马上就到。报告，说，报首长，联系上营长了。马上。营长他什么他？政委在这儿呢，什么话不能说？实话实说。营长说马上就到。马上啊！好啊，桑海田，你说说，你这一晚上给我报了多少马上了啊？手指、脚趾加起来都数不完嘛啊！政委，我这回说的马上，真的就是马上就到。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政委，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好体力。您都走了1万多步，坐会儿呗。真不坐呀？我们营长特意交代了，一定要让2位吃好喝好，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只需要见你们营长。我们营长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小芳，到。党调组的2位同志要找咱们营长，你跟他们说说。那2位，我先忙了，慢用。我们营长不方便。那就见教导员或者是营参谋，谁方便见谁。报告首长，他们都不方便。你没事儿。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先工作吧。走。那不行，没有上级的命令，你们不能乱走。我们不叫乱走，我们是导演部的，有权利无死角检查。无死角，男女还有别呢，怎么能说是无死角呢？你说什么呢你？反正就是不行。洪班长，到，请记录。是。红方1营干扰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演习信息，故列入扣分项。是。哎，你别瞎写啊！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吗？哎，梁参谋、洪班长，吃过饭没有？郭营长，你们一营好大的架子，拦着我们不让见首长不说，还阻碍我们正常工作。
还有这回事儿？怎么能这么对待两位导演组的同志呢？你小子欠收拾是不是？以后记住了啊！对两位美女导调员要客气，要尊重，听到没有？是，营长。新兵蛋子不懂事儿。这倒是没什么，只是郭营长，如果你有任何的作战行动或者部署，可千万不能瞒着我们，不然到时候记录不全，演习结束之后丢了分可就不好说了。哪有什么行动啊？我就是去各个连队转一转。你们这么辛苦，要不要再休息休息？不用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太努力了，请。辛苦啊！营长，政务还等着你呢。知道了，做得不错啊，回头再奖励你。都是营长教的好。梁子儿，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哎，把这个给我。洪班长，警记录：红枫一营阻碍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信息，列入扣分项。真唬人，我差点真记了。我没唬人啊。不是，你真要记啊？我这是按照规定做事的，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我以为你开窍了。对，梁子，你说咱们明明是正常工作，他们为什么拦着咱们呀？难不成他们真有什么小动作？你总算抓到事情的重点了。那怎么办？4个字：紧盯不放。那这回是不是又有好戏看了？梁三，铁军，这次是咱们第一回跟索建安较量，你知道吗？这个索建安啊，军改之前是军区的理论学习典型，可就是不知道真本事有多少。我听说啊，这回396旅杨旅长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本来是要请假来指挥的，可上头愣是没批。我估摸着，各位首长是想通过这次演习来试试索建安的火候，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主官的料。所以你看啊，集团军给他配备的火力配属和各种要素都很到位，就连集团军的侦察营都给他用了，正可谓是兵强马壮。这么说，索建安这回是卯足了劲儿要跟我们大干一场。可惜啊，野狐岭注定是他的败北之地。旅长，这可是人家索建安的尽职之路啊！你看咱们要不要薛微？我说薛微啊，给他留那么一点点面子，别让他输得太难看。胡扯！演兵场上只有对手，没有人情。部队建立蓝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咱们蓝军做红军的磨刀石，提高部队战斗力。如果咱们讲面子留情面，那就是不称职。所以这回啊，咱们不仅要打，而且要拿出120%的力量跟他打。索建安要是真赢了，那证明他有本事当好这个旅长。如果他要不行，那对不起，只能拿他记咱们404旅的战刀。我开玩笑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再问你一句，西风谷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能确定吗？政委，我可是侦察连长出身，这些小伎俩糊弄不了我。小田，走。情况紧急，我马上要带子健回指挥中心，迅速就作战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在没有接到新的作战部署之前，你负责督促营属各作战单元按原计划做好战斗准备，保证完成任务。完事。到，马上通知所副旅长，请集团军侦察营的同志做好准备。是。这次虽然有功，但下回再私自行动，等着被处分吧你就。是，一定服从命令。我知道了，旅长，巡逻分队报告发现红方侦察痕迹，应该是24来确认我们指挥所位置的。没想到这个索建安行事竟然如此谨慎，没有打草惊蛇吧？一切都按计划执行，他们没有怀疑。好，
命令西风谷负责伪装的部队立即转移。是。假的！我说郭子健，你擅离职守，私自行动，就得出这么个异想天开的结论。副旅长，这不是异想天开，请您相信我的判断是基于事实的分析。你所谓的事实，就是对方的侦查员没发现你，这只能说是直觉，直觉不是事实啊！难道我凭你的直觉，我就能断定集团军侦察营发现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曾慕涵，到，进来。是。曾慕涵同志，现在一营的郭子健营长，经过现地侦查，对你们先期侦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你来谈谈你们侦查的情况吧。是。班长，部队走了，咱们什么时候撤退？急什么？还没给我们发信号。一会儿走的时候，我去黄石岭，你去老虎口。班长，为什么还分两路啊？搞虚实吗？少大气！报告首长，我们的侦察报告都是通过多种侦察手段综合得出的，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你们看 ，A 点、B 点还有 C 点，这些都是典型的指挥机构设置，而且从指挥机构的选址、定位，以及巡逻分队和警戒分队的前出位置，都能充分证明这里就是蓝军的指挥所。不止这些，还有配套设施和保障分队，都和教科书上面的要求严丝合缝，但是却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指挥所的所有人员运转都在有规律地进行某些动作和流程；第二，对面山头是绝佳的观测点，我看过你们的行动画面，你们侦察的时候选择的就是这个地方。按照指挥所设置原则，这样的观测点绝不可能提供给对方。有道理。正好相反，这个观测点距离山谷的实际距离已经超过了指挥所设置原则中要求防范的距离。另外，他们的巡逻组也途经过这里，这恰恰可以证明，他们为了加强防范，甚至扩大了巡逻范围。如果这个指挥所是假的，那这么做根本没有必要。这就是最让我怀疑的地方。我们跟他们的巡逻组已经碰过面，他们表现得十分散漫，甚至有故意放走我们的嫌疑。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设置的假象。郭营长，你的分析都是基于现地侦查，可仅仅依靠现场侦查的话，这样的判断太主观了，缺乏客观数据的支撑。我认为，我们的分析手段更加全面，也更综合，最关键的是，更科学。如果仅仅是依靠数据分析，也可能是最典型的纸上谈兵。怎么说话的？哦，人家就是纸上谈兵，你的结论就那么精准？别把话说那么满。数字依据，现地侦查都有根有据啊，说的都有道理。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挺有道理先喝点水，缓一缓啊。我要是指挥员，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你支持谁？眼睛会骗人，但是数据是不会的。那你的是郭子健错了？我们只负责记录，不要妄议对错。会长，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整个旅的作战部署，难道就要因为你一个人的猜想，而全部洗牌重组吗？猜想？你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猜想？这跟我和二营对抗中用李存伟去迷惑姜建强是一个道理。我能闻出其中的味道。你说1000到1万，没有数据支撑，那不就是主观臆测吗？那不是猜想是什么？如果我们盲目实施打击，那暴露的不仅是我们决策的意图，还有指挥的草率。二位首长，我知道现在时间紧迫，所以请相信我的判断。我的毕业论文主攻方向就是未来陆军多点打击的研究，而且据我所知，404旅的龙远山旅长，他的研究生课题也是这一方向。好了，现在是实战，真刀真枪的实战。
炫耀什么理论研究啊？就是，就算你要讲理论，你讲得过索夫旅长吗？索夫旅长当理论标兵的时候，恐怕郭营长还在练拉枪术。扯远了啊！索夫旅长，我没有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打赢这一仗。即便输，也不想输得那么难看。什么叫即便输？我告诉你，不可能输。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救世主啊？哎，我们领导班子干什么的？就拿饭袋、草包，就你聪明，看把你能的！哎呀，军校指挥专业的高材生。老左，我们现在只说情报，不说别的啊。大战在即，郭子健，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政委的面子上，我撤了你的指挥权。副旅长，如果我刺伤了您的自尊，要有。